真正的贵州关岭牛肉，现炒牛肉火锅汤底，味道如何？潮汕本身不产牛肉，某音搜下潮汕的牛肉火锅都是贵州、山东运过去的。在贵阳也能吃到真正的关岭牛肉。我点了辣椒炒肉、干锅牛肉、红酸清汤锅。这个牛肉很漂亮，我来讲讲上海牛肉火锅和贵阳的区别吧。贵阳本地人生意最火爆的牛肉粉店，每天只开几个小时，不做下午晚上。基本来吃都要排队半小时，那跟我来看看味道到底怎么样吧。难吃我肯定骂。贵阳烤全鸡，你们吃过吗？这家在油炸街是最老最正宗的一家，味道很好，服务态度不好，褒贬不一。你们吃过鸡油炒饭吗？正宗老贵阳鸡蛋炒饭默认都是要加剁椒的，很配，味道很绝。加鸡油炒饭会有点粘锅，油不算多，不油腻，也挺好。半只烤鸡加烤鸡脚筋，加烤鸡爪、豆腐干。这个店说个夸张的，好像我在贵阳一线粉店没吃过冰冻骨头熬汤。贵阳牛肉粉下限很高，基本一线粉店味道都还不错。我今天就说说龙家牛肉粉和大掌柜牛肉粉吧。你想听我的真实感受吗？你还卖兔子啊？这些都是提前预定的，如果你当天来是没机。我修改了下版本，不然好像违规。后面加入了豆花饭的测评，就对比说明一下为什么王刚的豆花饭比这个普通的好。这个店在贵阳郊区，完全没有游客，都是本地人吃的，价格还不便宜。现在上海牛肉大部分是80多一斤，生肉菜场是35一斤，就这个价格能卖到98，确实贵。上海基本每家店都可以挂几个牛肉给你看，但其实那些品种都很垃圾，看着跟这个差不多，其实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水龙头厉害了，直接通的是汤。先说个结论，你们如果吃的牛肉火锅吃完头上有一点味道，那都再也别去了。但100%加了增香剂，他们的牛肉都有问题。我在上海吃过的100%头上身上都会有一点味道，就是那种牛肉火锅的味道。我今天吃的这家完全没有味道，甚至吃完闻身上都没你去餐馆的味道。现在炒青椒牛肉，他们家的青椒牛肉让我流连忘返，去年第一次吃就忘不了。主要核心是太嫩了，而且没上任何酱。
添饭呀。我的选择是红酸汤加清汤，白酸建议外地人别选，一般来说肯定吃不惯。红酸汤就是冬阴功的味道，我也不太喜欢，我喜欢吃清汤。这个是干锅牛肉，放不下干锅了，直接炒出来。对，一边不开。味道是好吃的，偏干香，有牛香味，但发挥不出来它食材的味道，我不建议你们点。我之前拍过上海那个视频的干锅牛肉，还是吃不成，牛膻味没压下去，而且完全没牛香味。你们看着这个平平无奇的青椒肉丝，看不出来它有多嫩，真的味道太绝了。火要不要小一点？就今天所有的牛肉看着平平无奇，食材真的明显不一样，我建议你们去吃。刚开始接触真正东京日本和牛的时候，当时觉得肯定高我们的牛一等，吃多了觉得我们的牛也是厉害的，炖煮炒绝对比他们的牛好吃。日本和牛只适合烧烤，油脂分布太多，我吃过好的，就是相对来说没有普通的那么油腻。吃多了我还是更喜欢吃中国的牛，瘦但是香，我说的是顶级的。那牛肉我跟我妈去吃都是熏的上。我不是说正常一般餐饮店吃的冻肉。没事，我已经调大一点。煮红酸还是煮哪个？都煮。啥也不会弄。啊。目前这个店就2个店，以后不知道好不好吃。你们要吃就现在来。我前2年爱吃的豆米火锅，2年前一个店，现在10几个店，那完全吃不成了。好，你帮我盛呀，我盛白的。搭配的这个辣椒蘸水只有一点胡辣味，没有任何其他味道，很淡，非常适合发挥牛肉的味道。红酸就是泰国冬阴功的味道，在这个场合不搭配。就这个牛肉看不出来好吃，就和你去什么今日牛市左庭右院的看着差不多，也跟你们在上海找个贵州人开的贵州黄牛肉火锅看着也差不多。你们能找到的能想到的我都吃过，我都对比过，真的不是一个东西，吃过就知道。就这几个小工的营销能力为零，比较内向，完全不会介绍他家的肉。我吃过这个牛肉那么顶，我才好奇去想问问哪里来的，问了他们才告诉我的。产地是贵州安顺关岭的牛肉，还是国企生产分配的。他说的我也没全信，但是口感香味让我信了。我之前跑去后厨看牛蹄筋牛杂的品相，和我家楼下超市买的没区别。我问他们，就这个不是牛肉一起的吧？他们挺老实的，承认了，说对，然后告诉我牛哪里来那么多东西。我但是尝了下，和我家楼下超市买吃一口就丢的，咬不动，腥味重的比，嫩的离谱。我现在吃美食已经完全克服了家附近好吃这个正常人有的情感观念了。这个店的牛杂香味重，没腥味，很嫩，太好吃，后悔药少了。贵阳也不是都好吃。我在贵阳吃牛肉也踩了2年的雷，挑来挑去骗人的店也多。如果是正常吃牛蹄筋，嫩度达到肥肉入口化的，除了这家店我好像没吃过。你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牛蹄筋的品相和嫩度，肯定不一样。刚才有点后悔，因为我跑到他后面看他那些就是牛杂，我以为是上海那些冰冻的开的品相，妈的，这吃的完全不一样。我刚才叫他帮我放回去了一点，太顶了。就这个白菜跟上海的也不一样，有一股青菜的清香。评分等级6，4颗星，高级的食材，专业的技术。就这个价位吃高级的食材太实惠，全部加起来200多一点。今天这个粉店我以前就吃过，贵阳有名的我吃过10多家了，
贵阳的牛肉粉整体水平下限都高，我没吃过勾兑的和冰冻牛骨头熬汤的。很多城市冰冻肉当牛肉浇头熬汤已经是一个城市的基本，也怪顾客不挑剔。我说话是难听，但是是事实。只有顾客提高审美不吃，才可能不用冰冻肉。是哪几个省份我都不想说了，说了又被骂。现在贵州牛肉有点名气，游客太多，很多牛肉火锅也开始用糊弄的肉。下次牛肉火锅视频再说了。我就说2点：一，吃完身上有没有火锅味；2，牛筋牛杂仔细吃有没有腥味。他们家牛筋味道跟其他店是不一样的，10点多去加筋这个选项就没了。生活一样，你看我们在外头就是这样，你接到哪个城市，这样的话那都不好。他家没有连锁店，就亲戚开了一个分店。大众点评那些文字游戏的店跟他家没有关系。看你们饺子，一碗加肉夹肚，一碗加肉夹筋，没得筋的。没得筋头，一碗加肉，一碗加肉夹肚，一碗加肉夹肚。找哪里来2面都可以炒，你看哪点方便就炒哪里。好多40啊，40。一碗加肉夹肚。来这店里的加肉加肚哈，花椒、大蒜、胡辣子都是标配。我这桌好像没胡辣子，我还是吃什么都不加的，就这样比较好区分这些店的水平。记得千万不要加醋和酱油这些液体调料，很容易把汤的鲜味加没了。很多人习惯加醋这些，是因为一直吃的店水平太差，形成了不加确实没有味道的习惯。我现在吃高水平的店，基本都是什么都不加，就吃默认。如果默认都做不好，那水平就挺差的。这牛肚太绝，嫩的完全没腥味。如果你长期吃内地的牛肚，你都不知道什么叫牛肚是软嫩的。他们家的牛肉相对其他家纯瘦肉的部位也要嫩一点。我没吃过牛肉比他家好的，就在贵阳这个地方了。现在就说缺点，细粉有点不像鲜米粉，有点像泡的米粉，口感有点差，在对阳第一梯队粉店算最差的。我再加一点灵魂花椒，我不敢加多，我怕回了汤。他们家的温度是贵阳我吃过最高的，虽然碗没烫过，但你们可以摸一下，碗的温度巨烫，老板是思考过碗的材质的。我吃过几家贵阳的，老板肯定没思考过这个问题。任何国家、任何省份，顶级的店都有很多客观共性。我个人建议，如果外地人吃的话，别吃酸粉。酸粉不是酸的，是材质更像米，很实，我吃不惯那种实的感觉，口感吃着特别奇怪。他们家的酸菜也好吃，完全不像酸菜，像带一点酸味的新鲜蔬菜。全世界我吃过好的腌菜类的，就做得好的都是不过咸不过酸，就这些都是共性。太咸太酸的基本都是超市大货，保质期很久的。他们家的牛筋也是我吃过贵阳牛肉粉里最好的，做法也跟其他家不一样，是单独做的，有点像红烧的做法。其他家的牛筋都是和别的牛杂一起做的。我之后还会出个2-3家贵阳牛肉粉的视频，那些也是名店老店，单牛筋的话是完全吃不成。这家的粉和牛酸菜每一口都有，吃着很幸福，汤汁挂在粉上很鲜甜。我都喜欢横向对比，另外几家的汤吃着更平淡，而且他们家最神奇的点是，汤挂在粉上味道是鲜甜的，单独喝汤是好喝的酸汤。我之后会把这个店的食材评为高级的食材。
虽然这个牛肉在我的评价体系里单价达不到高级的食材，我想了一下，为什么中国的好牛肉卖不到日本那些几百块一斤？因为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和观念，还有一些食材产地好的工资收入平均不太高。就好比你现在想200块买一只活的真正的农村走地鸡，上海不好买。我说的是真正的200块一只的鸡，上海随便买，但我觉得那不是真正的走地鸡。真正的走地鸡很多地方都是留着自己吃了，你买不到，本质是市场价格还不够合理。当一只真正走地鸡价格回归到它真正的价值，我就随便说一个高价，你就比如说如果800块一只，那肯定买不到。我也不知道就到底值多少，反正现在肯定是给的钱不够合理，所以你买不到。同理，现在贵州流通了一些价格低、价值高的牛肉，他自己肯定吃不完，而且还有那些便宜牛肉做影响，所以你买到稍微价格高一点，你是能买到比它价值高的牛肉。所以这个牛肉虽然价格不高，但我还是从它的本质把它定义为高级食材。说个最简单好理解的，我在上海出50元一斤的价格，吃不到口感味道跟它一样的。这个同样也是新鲜牛肉的价格，但吃到的味道就好很多。所以贵州吃粉的人全都是在占便宜，我这碗23，那么多肉吃不完的高品质，绝对划算。我觉得它在上海的合理价格是，就这个品质应该是150元一碗，别骂我。他们家的牛肉粗略吃跟贵阳其他粉店的差不多，细吃是区别很明显的。所以建议你们来贵阳吃他们家，也喝喝汤，粉相对贵阳算差的。日本牛肉虽然入口即化，油脂香味，但中国好牛肉也有牛肉特有的香味，而且牛杂特别软嫩，也很香，很顶。我总结一下，牛肉牛杂食材好，粉差汤好，汤的味道多元化鲜甜。他家反正现在味道顶，以后万一被资本盘下来，难吃也可能。我以前爱吃的肠旺面、豆米火锅已经被资本盘下来了，都10个以上连锁了。评分等级6、4颗星，高级的食材，专业的技术。这个店我也吃好几年了，今天刚开门就来吃，天还没黑，人不多，平时随时都排队爆满。没事你就抓嘛，没关系。这个鸡也是跟成都烤兔类似，好像也是先烟熏过的，是生的，不是工厂半成品。这个价格在贵阳不算便宜，环境比较简陋，也没有营销，味道是杠杠的。前几年我看大众点评，贵阳烤鸡还不够多，最近疫情放开后开了不少家。他们家对生客态度一般，对老顾客态度还挺好的。像这种环境的小店，肯定是没服务的。贵阳的烤鸡和你们想象中的烧烤味道不一样，调料不重，吃的是鸡香和炭香。如果一个烧烤以孜然味和咸味为主，那基本大概率在最底端。我是不怕得罪人，我想告诉你们真相，任何食物的尽头都是吃食材本身的香味，调料味也不是不能吃，但是好的调料都是店家自己做的，不是买的瓶装的或者批发的。他家这个鸡我感觉拌了也没啥用，主要还是鸡香味和烟熏味。炒饭放的是鸡油，很独特，这样炒饭很香的。
他家炒饭也是基本没放什么调料。鸡肉好吃的，不咸微辣不柴，烟熏味为主，很香很下饭。鸡脚筋，还有鸡皮。鸡皮巨香，干香味的，跟日本烧鸟比又是另一种风味。掌中宝也不错，不像冻货，没吃出腥味，也有可能是冻货，但用烟熏味盖住了。要不别玩了，吃吃。懒得保持。再吃呀，单吃面完。他的这个鸡，我骨头啃到烂，都没吃出腥味来。如果你对烤鸡的腥味有极致的要求，那你会喜欢这个烤鸡。如果你不太在乎的话，你也没必要跑来吃，随便买个鸡就能吃。炒饭忘记说了，好吃不油腻，很香，颗粒分明。虽然炒的时候不太像，有点粘锅的感觉，是鸡油和火大粘锅，不是饭太软太糊粘锅。贵阳的鸡蛋炒饭加剁椒是此生必须尝试的蛋炒饭，我的个人建议。这个辣椒没有辣味，放在蛋炒饭里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很好吃也很清爽。也不是每一家都好吃，反正别拉垮的都还行。其实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挂个日本烧鸟的名字，做的也不是日本烧鸟，卖10几块一串的，大家都不嫌贵。为什么中餐卖个稍微正常点的价格，全部骂贵？反正我在中国好像也没吃过什么靠谱的日本烧鸟，还不如吃点这种中国烧烤。外地人吃这个豆腐干，记得叫别放折耳根。反正我去哪里都是本地口味，我都吃得惯。豆腐干味道就正常川渝豆腐干水平，也不行，哪里都有这种烤法。个人还挺喜欢吃日料的，但在国内我基本不怎么吃不正宗的日料。就像我在上海，基本只吃上海菜，不吃什么川菜、贵州菜。豆腐以前是炸的吗？是。他们家鸡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冷，但我记得好像可以叫老板加热。豆腐很辣，要吃还是去吃云南的吧。就这个就淘宝货包浆豆腐，还带点科技。只要包浆豆腐的心有奶味特别浓和腻的，基本都加了科技。现在淘宝货特别流行这种豆腐，你们第一口吃特别惊艳，吃多了就吃出问题了。你们发现我介绍食物有一个规律吗？我从来不喜欢用香浓这个形容词，因为市场上很多浓的都是科技。鸡爪拿回酒店冷着吃都没腥味，鸡爪像鸡身上自带的，不是单独的。我看有博主说农家牛肉粉是很多贵阳人心里的 YYDS。我不是听老板说是不是冰冻骨头熬汤，是我能吃出来。冻骨熬汤基本会加一个灰色的增香剂，有的在打汤的时候加，你们可以观察一下。如果吃完味道消散不了的话，基本都是加了增香剂的。他们家辣椒油是我贵阳闻过最香的，打开盖子扑面而来，其他家做不到。我点的是酸粉啊，尝尝吧。就外地人有点吃不惯。肉给的还挺多。
仔细看这肉的品相，跟上海淮南牛肉汤、河南红烧牛肉拉面的牛肉是不一样的。酸粉味道比较实，跟细粉比更实心，其他地方吃不到这个酸粉的味道。米的含量特别高，吃着不是粗细和酸不酸的区别，是材质的区别，我是吃不惯的。牛筋不太好吃，有点腥味。牛筋目前我只吃过老贵阳全牛粉做的最好。他们家的干子是我吃过贵阳最好的，最厚最能吸收汤汁。我再搞点辣椒试试，它的汤带牛香味，稍微淡点，和老贵阳全牛粉的汤比不了。其实这家还行，比我上次吃好吃一点，但这个粉有点不太行，不能点酸粉，太实了。他们家适合加点辣椒，会更好吃。牛肉忘记说了，牛肉有点老，不干，嚼了以后是有香味的，就贵阳普通水平。总结一下，总体味道在贵阳中规中矩，就这个不是高情商拐弯说不好吃，我觉得味道可以的，辣椒和干子在贵阳突出的，汤中等水平，放到外地也随便秒杀。评分等级4，2颗星，新鲜食材，正宗技术。现在去大掌柜牛肉粉。好，走。好，走吧。大家开到夜里，晚上想吃牛肉粉也可以吃。我经常来你家吃。我以为是个的呀。就这个是酸粉，那个是细粉，是吧？我的油再要一点点，对，再要一点点油。骨头有骨头吗？里面有。你弄个牛骨头。有的。好，行，好可以。你这牛肉汤是一直烧着的？对。阿姨打汤的时候很注意，完全没打肥油进来。我今天吃法就是全家福加油，很多贵阳人吃牛肉粉都是加精加油。牛肉的口感没老贵阳的口感好，就贵阳平均水平，香味是香的。牛肚也挺嫩的，就是比不过老贵阳的牛肚的口感。你吃得惯吗？这是？他们家细粉是我吃过贵阳口感最好的一家，口感全都是刚刚好的那种。刚开始吃但越吃越香嘛，还是因为我加了油。米粉没什么惊艳的口感，就是米粉应该有的口感，很顺滑，口感没有胶水的感觉。牛筋不行，可能贵阳人太爱吃筋了，品质好的数量跟不上，就这个有腥味，很多店的牛筋都有腥味。干子不好吃，就普通的干子，还是龙家牛肉粉的干子好吃。不好吃的点在于有一点酸味，而且太薄，这干子没能加好，汤汁进不去。
他们家的粉是缩着最顺滑的，很容易一会儿就吃完一碗了。鸡蛋就是普通的鸡蛋，完全没必要。他们家的粉我是在旁边大掌柜吃辣子鸡发现的，员工中午都跑来这里吃中午饭。他们经理也跑来吃，我就跟着经理来吃，果然味道不错，用料扎实，也算不上顶尖的贵阳味道，可是综合看它也很香。附近居民来吃的都很多，网红还不知道这。大掌柜的辣子鸡以前也是贵阳的天花板，我觉得配方很牛，只是现在做成大酒店了，比之前那个视频的辣子鸡好吃多了。它的辣子鸡吃着就干净细腻，而且它的酱香味是老干妈的味道。我跟老板聊过，他说他们没放老干妈，酱就直接有那种风味，而且不油。我没去拍，原因是已经不是烟火气息的店了，偏大酒店办婚礼的味道。大掌柜的辣子鸡，我完全信，20-30年前是贵阳天花板的味道。酸萝卜。它的泡菜也很好吃，是清甜的。这挺好吃。这是甜的是吧？它不是酸的。老板开连锁店的欲望很强烈，我估计以后也会不好吃了。老板说跟我是粮食局进的当地菜籽油，真实性我不清楚，确实菜籽油香味挺浓的。我发现切生鸡、展示权的生鸡、烧鸡毛，老外的网站好像接受不了，所以我删掉了。一般只有贵州的才知道。炒鸡会随时切换炉子，最后有个阿姨怕糊锅，是专门铲鸡的。我觉得它不该放蚝油，既然鸡的品质那么好，蚝油反而会抢味。如果你还停留在做菜放很多你觉得我不知道的各种调料，那你无法理解我说的。我也懒得解释，我现在发现一个道理，懂的人自然懂，你说再懂，不懂的人也听不懂。他的这个生意真的很牛，一直不停的炒鸡，做预定都做不完。
终于轮到我的了，全程耗时2个小时。如果你们要来，我建议你们预定，不要等它现炒。我吃下来，冷了的味道稍微好一点。它这个火太大了，味道没炒进去，冷了放几个小时会更入味一点。吃不了辣椒的建议选微辣或者直接别吃。就中辣我吃下来是江西的特辣。我当时在附近找了一家豆花饭坐着吃，辣子鸡的店是不提供米饭和座位的。免费凉菜很好吃，清爽，吃得出来是店里自己做的，不是买的别人做的。调味就是个清爽的酸辣口。我本来是想吃他们家的排骨饭，附近出名，来晚了卖完了。有点辣。尝个豆花。你们可以对比下王刚豆花饭的豆花，质感质地完全都不一样。你要先把这个卷一下吧。你吃过的有肉吗？我没吃过豆花，不行，我吃不出。一般是放在那个蘸料里面。哦。难吃的豆花就有股正常人不爱吃豆花饭的那股豆腐的味道。王刚店里的豆花就没有那股味道，还是花了点心思的。所以它的豆花跟普通的豆花饭是有区别的。这个猪肉做的就跟上海腊肉做的不好的味道一样，没甜口，很奇怪的味道。我靠，这全是油！一吃一个不吭声，老板态度很好，我就不想细评了，只能说不合我胃口。其实炒辣子鸡并不难，贵阳人应该大部分都吃自己家里做的。连我都会炒辣子鸡，但我搞不到新鲜的糍粑辣椒。真正好的糍粑辣椒不是淘宝上卖的，是放一天就会酸掉的，贵阳本地才能买到。就这个不是我编的，是好几个店我让他们寄辣椒给我，我自己炒鸡，他们都说会坏，不行的。不然大掌柜的那个糍粑辣椒寄到家里来炒无敌了，他的那个是带天然老干妈风味的，直接放老干妈炒出来不好吃。可惜大掌柜现在是个大酒店了，味道也马虎，老板天天就想着怎么开加盟店。拿到酒店晚上又尝了一下，味道会好一点，就但也不合我胃口。你们要不去搜搜其他网红吃这个店吹多好吃吧，我是吹不出来。